阿锦，这是云婉为你求的平安扣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希望此物能护阿姐一世平安。我已不是沈家女沈云章，你大可不必。我知道，阿姐现在是孟渠孟大将军之子，是人人尽知的修罗战神孟浩然。云婉定会守口如瓶，你我双生子之事。你我双生子之事，乃神府大忌，我不愿意你违背他们。可是，只有此事云婉不愿。阿姐，云婉大喜之日，你可否会来？我记得你与我说过，只愿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入宫为后，你可当真愿意？皇明不可为。不过，云婉很开心。当初因双生子不祥，送走的人是阿姐，这样阿姐就不会被家族所束缚。少将军，该启程了。云婉，你若是愿意，可……阿姐，云婉身上所背负的是沈家100多条人命，必须入宫为后。日后，希望阿姐自由自在地活着，替云婉好好去看看这世间繁华。大喜日子啊！哎，说说，到现在新娘还没一点动静，该不会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吧？听说沈家大小姐被一伙山贼掳了去，受了好大的折磨。真的假的？沈家出动亲卫才把人给救出来，好像已非完璧。这种人怎么还能入宫当皇后呢？沈家出贤后，这沈大小姐更是好命。先帝找人算过，她能庇佑我南齐，昌盛不衰，是皇后的不二人选。十有八九是真的。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？新娘子怎么还不出来？哎，看，新娘子出来了！出来了！哎呀！来，喝！哎，沈大人，我还是先去看看令千金吧，否则耽误了吉时，我可担待不起啊！哎！哎呀！夫人，小姐，宫里的人催了好几番了。你且先回去传话，就说嫁衣有问题，让绣娘补几针。夫人，不得行了，那嬷嬷催了好几番了，这要是再不给个准话，怕是要闯进来了。若是云章小姐赶不回来，那我们沈家上下上百条人命都得完。这下完了，我得赶紧去告诉老爷。大婚暂停。大家奉皇贵妃娘娘之命前来办差。请公公先移步正厅，待绣娘修补好婚服。听闻沈大小姐此前遭贼人所掳。云章小姐，您快回来呀！皇贵妃为了皇室名声着想，特命宫中女官前来查验。查验什么？查查沈大小姐是否还是完璧之身。什么？这新娘出嫁当天验身，竟如此羞辱人！夫人，这可是皇贵妃娘娘的命令，您还敢违抗？即便是皇贵妃，如此鲁莽行事，把我沈家的女儿当什么了？沈夫人，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得罪了。我看谁敢！这里可是沈府，
们简直是无法无天！你们要敢强闯内宅，那便带着我的尸首回去复命吧。云昭终于回来了。我沈家总共出过13位皇后，都有贤名。今日有人以我清白，我便以死明志。劳烦母亲为我寻3尺白绫，待我死后，我的尸体尽可让他们查验，届时便可知晓女儿是清白的，如此也不致拖累沈家的名声。万万不可！此事也不可闹大了。啊，沈大小姐，事不至此，若您真的清白，便不要害怕验身。这2位女官都是经验颇丰之人，定会好好伺候着。我倒想问一句，公公，到底是皇贵妃疑心我，还是皇上？这是想来应该不是皇贵妃娘娘，她一个后妃，怎敢质疑我这皇室3书6礼拼下的皇后？那便是皇上一心，借了皇贵妃的名。沈大小姐，你岂敢！若是你们皇室疑心于我，我沈家的女儿绝不受这莫须有的罪名。即便今日这婚不成了，也要上达天听，击鼓鸣冤。这沈云婉何时变得这么伶牙俐齿了？要是让皇上知道，岂不完了？知心，去备轿，我这就去登。是。奴才不敢耽误吉时，还请娘娘入宫完婚。翠月，先带公公移步正厅。是。云昭，母亲有话与你说。出来了，要出来了，要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云婉已入土为安，母亲知你善恶，定想为云婉手刃仇人皇贵妃。但她是后宫宠妃，手握金印，权势滔天，此事关乎我沈家上百条人命，你万不可冲动，暴露了身份。我会护住沈家，但我也会替云婉报仇，手刃皇贵妃顾惜手。沈云婉那贱人，当真是这么说？是。她敢嫁进宫来，就不怕大婚夜被拆穿？难道消息有误？她根本就没有失贞。娘娘，这奴才不知啊。没用的东西，拖出去，砍了！拖出去，砍了！贵妃娘娘饶命！贵妃娘娘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娘娘，贵妃娘娘饶命啊！大人，杀了赵钱全家，免得走漏风声。娘娘，这么多年，赵钱对您是忠心耿耿啊。奴婢这就去办。沈云婉，既如此，本宫有的是方法折磨死你。只有你死了，本宫才可以成为陛下唯一的正妻。娘娘，皇上也太过分了，让明王代替他与您行礼就算了，就连这洞房之夜，一听皇贵妃头疾发作，便直接去了凌霄殿。如此便好。娘娘这是何意？我入这皇宫不是为了来争宠的，也不想与那暴君有过多纠缠，我只想手刃了这皇贵妃，即刻便回离宫。
你若是怕，娘娘，云婉小姐曾待奴婢和奴婢妹妹当做姐妹一般，要不是为了救乐心，小姐也不会。小姐，小心！小姐，小姐，站住！站住！小姐，快跑！别管我们，快逃！要走一起走。娇娘，快带小姐走，不要管我们，快走，小姐，快走，小姐，走啊，快！别跑！站住！往哪儿跑？给我站住！后来，土匪将衣不蔽体的小姐送回神府，没多久，小姐就自枪而亡了。娘娘，只要能为云婉小姐报仇，奴婢做什么都可以。娘娘，您穿成这样是要去哪儿啊？莫不是要行刺皇贵妃？娘娘，老夫人跟奴婢说了，您既然入了宫，就得忍。母亲也是这般教导云婉的。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连累沈家。有少卿跟我里应外合，天亮之前我定会回来。娘娘。想不到这暴君竟然如此宠爱顾惜柔，光是他寝宫外暗卫就有数十米，寝殿内还有机关密道。皇上，臣妾好痛啊！这暴君还真是荒淫无度。不是床笫，这是……皇上，臣妾为了你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如今你有了新的我，贵妃，朕会给你明面上想要的一切恩宠。至于其他的，别多想。退下。臣妾告退。顾惜柔，我今夜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谁？站住！奴婢参见皇上。此处是禁宫，从未有宫女到此过。朕穿的是便服，你如何认得出？爸，再动一个试试！滚下去！这是天水之毒，他怎么会中天水之毒？我找了这么久的天水之毒，岂会出现在皇上身上？如今皇上死于天水之毒，那南齐必定生乱。这毒是谁给你下的？谁给你的胆子，
敢质问朕？银线已经抵达心口，中毒之人必将九死一生。段君逸的银线已达心口，将军节哀。找死！别动！此人难道能替朕解这天水之毒？奇怪，明明是快要丧命的情形，却被控制得极好。皇上，那是心头血，难道是皇贵妃以心头血为她所药引？难怪。你是何人？为何会千羽飞针？朕寻遍天下，也没找到段氏一族的传人。今日这女子竟会使千羽飞针，不管她是不是段家人，朕都不能放她走。这下毒者又是何人？先解毒，不解毒，休想出去。此毒无法一次性解清，一次性逼毒只会对中毒者有损。今日就先到此为止。你这是何意？我还没见过，河还没过，桥就先给拆了。朕抓了你，才安心。谁让你知道朕得了天水之毒一事？来人，拿下他！给朕杀了他！快，替我沐浴更衣。是。皇上驾到！奴婢参见皇上。奴婢给皇上请安，皇上万福金安。皇后呢？回皇上的话，娘娘正在沐浴。没长眼的东西，还不赶紧退下！他就是传说中杀人不眨眼的暴君。娘娘，你可千万不能暴露身份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好在师娘从小就教我宫中规矩，否则必定露馅。宫中有刺客出没，说是进了永和宫。皇后可曾见过？臣妾一直在此处沐浴，并未见到什么可疑之人。他没有内力，好在我提前封住了自己的内力。娘娘不会被皇上发现了吧？皇上，发现刺客逃离了永和宫。去追，莫要刺客伤了朕的爱妃。
朕听说，朕的皇后婚前被人所掳，已非清白之身。耳听为虚，清不清白的，皇上一验便知。好，这便验上一验。朕嫌脏，皇后自己动手。这暴君竟如此没人性，还好不是云婉。怎么了？皇后要是再不动手，朕不介意叫人帮你。真是个蠢女人！你清不清白，朕根本就不在乎。你既然敢豁出一切，非要做这个皇后，以后就别再犯傻，别妄想得到不属于你的一切。皇上放心，臣妾不会妄想得到你的宠爱，还望皇上日后能雨露均沾。哼。不愧是沈家培养的好皇后啊！娘娘，皇上虽然去了永和宫，但很快出来了。皇后娘娘那边没有叫水。本宫就知道，皇上不会宠幸别的女人。在这宫中，可只有本宫能救皇上，任何要取代本宫的女人，都得死。皇后娘娘真是可怜，听说盼了皇上好久了，肯定以为今晚能侍寝，早早的让人备好了热水，结果都没用上。去帮本宫办件事，通知皇城守卫司御守，给咱们皇后的好大哥沈云中谋个职位，好作为日后本宫扳倒皇后的气息。是。记得吩咐御守，定要好好照顾。娘娘，您在找什么？奴婢帮您找。糟了，我的九节鞭不见了。皇上，找到了吗？那刺客藏得太深，各宫都找过，却都一无所获。继续找。遵命。娘娘，好不容易逃过一劫，现在那暴君又派了锦衣卫在四周搜查，您不必再出去了。他们不是我的对手。娘娘，沈云婉还活着。娘娘，怎么了？云婉还活着？真的吗？小姐她还活着？可那日老爷明明告诉我们，小姐自枪而亡，已入土为安，还说宋乐欣去给小姐守墓。他们为了保全沈家的颜面，不惜骗我云婉已入土为安。
知心，云婉还活着的事情，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是。那娘娘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出宫见云婉。属下少卿参见少将军。云婉在何处？属下这就带您去。少将军，还有一要事，边关北营不太平，刺客频入，都是冲着您去的。将军的意思是，让苏年仪代替您已经不够，现在要对外声称您在重伤养病，把您送到秘密处。为了您的安全起见，让你在皇城多待一阵。知道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途经此地，想问问路。云昭小姐，皇后娘娘，您怎么会来这儿？老爷他知道吗？云婉身在何处？小姐她……姐，云婉，阿姐定会为你报仇，让你回到曾经开心灿烂的模样。小姐喝了药，这才勉强睡着。这药里有朱砂，是谁的主意？娘娘，不是奴婢，是老爷。您有所不知，云婉小姐经历了那事儿之后，神志涣散不清，每到夜里变得狂躁，难以入眠，这才叫人开了安神药。可那些安神药起初用的时候还有些效用，后来就不管用了，也只有这加了朱砂，才能叫小姐睡着。传信给燕姐，让她为云婉看诊配药。是。你站起来，我有话问你。云婉还活着，沈家有几个人知道？除了奴婢，就只有老爷跟管家。这链条以往就这么锁着？回娘娘的话，这是为了防止小姐醒来后跑出去。虽说服了安神药，小姐能睡着，可她醒来的时间却不定，索性就不敢给她解开了。但奴婢每天都会给小姐的腿上擦药，不会让铁链磨痛了小姐。我这就好。伤她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奴婢斗胆一问，您是不是想杀了皇贵妃报仇？娘娘，小姐上清醒时，要奴婢一定要转告你。娘娘，小姐上清醒时，要奴婢一定要转告你。
小姐，您多少吃点吧。要是云昭小姐回来，看到您这个样子，她一定会心疼的。阿姐，我不要阿姐为我杀人，我只要阿姐替我看见这世间的繁华，自由自在的活着。小姐宁可自己死，也不愿将你牵扯进来。你放心，阿姐答应，绝不会杀人。但不取人性命，同样能让人死。我要让朱凌霄再也护不住皇贵妃，我要让皇贵妃死后也受万人唾弃，让她无人祭拜，让她无香火可供，活不得安生，死也不得安宁。回到沈府后，不可让父亲发现知晓云婉还活着的事情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山匪查得如何了？那些山匪早已逃之夭夭，离开了原来的山头。但属下去各个毒坊花楼，终归有所不便，所以至今没有线索。我会找人帮你的。邵将军，接下来怎么做？还需要属下和你一起行刺皇贵妃吗？行刺皇贵妃，和云婉所受的苦相比，差太远。近日梁国使臣要来南齐谈和，往日都是这皇贵妃操办着接风宴，这次我不光要拿走她的金印、权势，还要让她从云端跌落，将云婉所受之苦一一偿并。沈云婉这个贱人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污蔑功夫，竟让皇上从本宫手里拿走了金印。就连梁国使臣的这场接风宴，也交给了皇后操办。娘娘，听说他是拿皇后的身份，利用大臣威逼皇上。娘娘莫生气，皇上啊，还是独宠您一人。他既然敢毁了我的权势，本宫就让他和沈家一起毁在这场接风宴上。通知一声，对皇后的这位大哥继续折磨，这次要下重手。另外，将沈家的废物庶子提为通事。本宫要在这场使臣接风宴上，让沈云婉和沈家死无葬身之地。是。再过几日，梁国使臣便要抵达，上头吩咐加强巡逻，严格审查一切可疑人员。本官得到消息，今晚有人乔装入城，速去把他们带回来，严查。是。来，拿出来看看。哦，好。这是什么？干粮。走吧。停！什么人敢来相府千金马车？入城车辆一律严查，下车。大的，我乃相府千金，进出皇城从来不需要下马车，赶紧给我让开，要不然我告诉我父亲革你的职。大人，这御手的命令是把人带回去审查，您可得听命令行事啊，否则出了大事，我们兄弟二人就要被您连累惨了。下马检查！哎呀，丞相大人误会了，都是手底下人眼拙，才将令千金抓来的。下官一定好好教训去。去，把沈仁忠给我叫来。是是。误会，哎，误会！你这个废物，让你抓可疑人，人家丞相小姐可疑吗？脑子呢？难怪当年办事不力，害死那么多人。
御手大人，我们可是劝过左领的呀，他可不听啊。是啊，大人，左领大人固执己见，我们兄弟二人都是无辜的。爹，今日我看在皇后的面子上，老夫不与你计较。玉儿，走。哎呦，丞相大人慢走。我拔去他的左领官服，撵出去！这样的废物，我皇城寺不要了。是。沈云舟得罪丞相千金，丢了左领官衔。娘娘，大公子丢了官职，老爷夫人怕是要着急上火。一个左领之位，丢了便是丢了。娘娘，大公子也是因为当初运送粮饷不利，几十个人只活了他一个，他恨自己没有保护好同伴，又受到冤屈，才会自怨自艾。您这样的冤屈，我也遭受过。主帅怕我抢功，将我困于围谷，身后有追兵，自己人却紧闭城门。战友死去，便是家常便饭。3年前赤地一战，我带出去100人，只回来5人。前一天还有我喝酒畅谈的同伴。哎呀，晚上，喝呀！再来，少将军快走！阿伟，走，快走啊，少将军！转眼就变成刀下亡魂，用自己的命为我闯出一条血红归路。少将军，快走！遭遇这样的事情，我照样没有倒下。我可以，他沈云舟为何不行？他枉为大丈夫。娘娘，转告母亲，此次梁国使臣来访，我会给他重新站起来的机会，要不要，他自己决定。哎呀，跳得真好！来，喝！来，哎呀，干了！大人，对呀！真的真不错，是瞧这些美人跳舞，好看是好看，就是少了点乐子。西皇，听闻贵国能人辈出，不知是否能和我国的勇士来个比试啊？好戏就要开场了。哎呦，好高啊！怎么会有这么高大的人？足有我2个人高了。这谁能打得赢啊？不被打死就算好了。此人名魁斗，是我梁国赫赫有名的勇士。他听闻贵国勇士颇多，便自请来贵国比试切磋。齐皇陛下只是切磋，无关其他。不知贵国要派谁第一个上马？你们谁要上？我当是谁？原来是我的手下败将之一。皇上，臣。齐皇，就让那位通事大人第一个比试吧。什么？我上？
给这个废物升职通事，原来意在此。今日这场比试局，可是本宫专门为沈家设计的。同事大人是皇后的娘家兄弟，昨日与我们闲聊时也说过，他武艺了得，作为开场再合适不过了。真想给自己一个嘴巴子，说什么不好，说自己武艺好，早知道不做这什么狗屁通事了。至于这第二人选嘛，自然是沈家大公子了。毕竟在场诸位，只有沈家大公子是武状元出身，我们这勇士也是武状元，不妨就比上一比呀！连沈云州是武状元都知晓，这梁国使臣的消息是从何而来？带他们下去准备。是。皇上，这两个人打来打去，难免有些暴力。臣妾听闻，这马牙部每年都会举行摔跤大赛，摔跤手都会戴上面具，既是具有观赏性，也是因为他们相信啊，这面具能够帮助他们与真神交流，赋予他们力量。今日这场比试，想来也是以乐为主，不如我们就效仿马牙部，让他们呀也都戴上面具，再让工人击鼓助力，可好？戴着面具比试，又加以鼓声，遇到不胜武力的，就是要把人置于死地，好狠毒的手段。就按贵妃说的去做。这不是要了我两个儿子的命吗？这是何时好？执行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公子，娘娘让奴婢告诉你，一会儿对战魁斗时，你莫要正面相抗，要进攻他的右膝。皇后怎么会清楚此事？娘娘负责接风宴，早已打探过梁国诸位使臣的底细，所以晓得那魁斗。大公子，您记住，只要按照娘娘吩咐，您一定会赢。第一场比试开始。人啊！这根本不是比试，对方是要我的命啊！我不比了，不比了！哎呦，我不比了！好！西皇，您是要喊停吗？外臣看您的小舅子好像不是魁斗的对手，再这么打下去，人恐怕就要废了。因为沈家出贤后，果然如此，沈家女人了不得，但这男人呢，可就未必了。老天爷还是很公正的啊！皇上，情况不妙啊！沈家二公子招架不住啊！再等等。沈云婉，
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现在是沈文轩，下一个就是沈云舟。只要沈云舟准备好，就能拿下魁斗。在这关键时候，沈云舟竟然伤了胳膊。他若以这样的状态上场比武，必然会被魁斗反制。这沈二公子好歹也是出身名门，怎么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啊？太丢人了！放我下来！不够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皇上，这说好了，沈家大公子要第二个上，这人呢？还用问？肯定是被吓破胆了。沈云舟何在？皇上，沈家大公子临时有些不适，需要稍作歇息。皇后怎么不见了？沈云舟拖延着不上场，不会也是皇后的意思吧？想躲，没那么容易。皇上，沈大公子应该不会故意称病，不如再等等。还有谁？南齐，无人敢上来吧？你，给我上来！齐皇，见谅啊！魁斗是个武士，若是没人陪他打，他就容易狂躁不安。既然沈大公子要稍作歇息，贵国人才济济，可还有其他人上场啊？嘿，我来领教领教你。这。太残暴了！齐国真是客气啊，居然如此礼待，哼，让我们连赢2场。梁国是存心要审下马威。皇上，臣请求对战。臣也想比试。臣下一位。齐皇，轮番上去有些浪费时间了，不如让他们3个一起上吧。一起上才有看头。准。我行。皇后，这点小伤不碍事的，我还是能够上场。不行，都怪我不够小心，不够忍耐，
昨日我要是忍一忍的话，否则就不会。他们存心想让你输，即便你什么都不做，他们也会弄伤你。把面具给我，我找人代你比。不行，那便是作假。机会只有这一次，你要还是不要？我问你，2年前的那些事情，真相你真的查出来了吗？是。就是说，如果抓住这次机会，真相就会公诸于众，就能给那些亡魂一个公道，对吗？是。我不愿意造假，可在更重要的东西面前，自尊又算什么呢？一定要赢！沈公子，您伤可好些了？要让太医来给您瞧瞧吗？啊，快好了。那就请沈大人准备下一场比试吧，莫要再耽搁了。皇说要找人带我比试，他要找谁？谁有本事能击败魁斗？如此对手，实在恐怖啊！魁斗已经许多年没有碰到旗鼓相当的对手了，一次战3个也只能勉强塞牙缝。齐华，下一场不如挑5个一起上如何？如此嚣张，实在替人太甚。哎呀，但是谁让人家梁国武士如此能打呢？放眼整个北大营，也就那位孟少将军才能与魁斗一战。可惜他也被魁斗打成重伤，至今还是卧床养病，连脸都不敢露了啊！本王虽在皇城，却也知晓边关之事。据本王所知，是你们的勇士被孟少将军所伤吧？哼，这位王爷，您还是孤陋寡闻呐！不然您瞧瞧，现在谁好好站在那儿啊？谁又卧病不起？呵呵呵，孟少将军用兵如神，可论单打独斗还是差了些。哎呀，连孟少将军都不是魁斗的对手，还有谁能打得过他呀？是啊，那没法比呀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说孟少将军怎么……哎呀，孟浩然可是北大营第一猛将，他都打不赢，那其他几位将军更别说了。我看还是直接认输吧。齐华，只是比试，倒也不必太过认真，不然就到此为止。反正贵国好像也无人能战了。虽说能打的将士都在边关，但朝中这些武将也不差，竟没一人能赢得魁斗。皇上，这沈大公子还没有比试呢。就算认输，也得等沈云舟上场。我要让沈云婉那贱人看看，自己的好大哥是怎么被打得奄奄一息的。谁说我南齐无人能战？谁说我南齐无人能战？那人是谁呀？好像是沈家大公子，应该是他，带着护具的，能接住魁斗这一拳，真是妙啊！只是接下一拳而已，魁斗可还有好几拳等着。
这个人身上的气场和之前那些人都不同，但只要不是孟浩然，我就不会输。来呀，朝这打！皇贵妃本来想用来对付沈家兄弟的面具，反倒成了我的伪装，不用浪费时间精心易容了。下去。这沈云舟就一个人，能行吗？沈云舟居然还真敢上，好得很，待会儿就看他怎么死。那沈将军能行吗？听说以前是武状元，还做过参将，应该武力值不凡呐。那再高强，能比得上那几位将军？我看选。第4场开始。怎么回事？沈云舟没挨打，好像是2个人一直在走圈。沈云舟很聪明啊，没有正面攻击，反而采用防御躲避，看来他是想偷跑魁斗的体力。魁斗比了3场了，也该累了吧？快看，魁斗不对劲儿，他的身体有些失衡。魁斗累了。快看，进攻了！进攻了！云舟在绕圈躲避，你们看，这并非是混乱的绕圈，沈云舟一直往一个方向躲，他的左边也就是魁斗的右边。你们看，魁斗每次躲避都在增加右腿的承受。等等，老陈，我好像看明白了，右膝。怎么了？你又看明白什么了？老厉，你也看明白了？右膝竟然是右膝，刚才怎么就没注意呢？右膝怎么了？魁斗的右膝有伤。哎呀，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？我抓住他的右膝，我们就不会输了呀。可是沈云舟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哎，就是现在，快点！摔死沈云舟，让他不死也惨。沈云婉不是夺走本宫的权势吗？那本宫就让沈家死的死，残的残，让你永无翻身之地。姬华，外臣本以为沈家是皇后娘娘的本家，又出过几任贤后，一定是相当厉害。唉，不过能撑到现在也是不错了。姬华，这样，我这就让魁斗停战。知道您客气礼让，但再这么比试下去，我们都不好意思赢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南齐真的无强人呢。沈云舟的招式为何这么眼熟？快看，那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早就知道我右膝有伤。不可能！我明明掩饰的极好。怎么会这样？魁斗怎么可能会输？魁斗怎么会？魁斗，站起来！你是梁国第一勇士，没有人能打败你。沈云舟打倒魁斗，沈云舟的本事有那么好吗？更何况我还让薛池……薛池这蠢货怎么办的事？魁斗那么高大凶猛，沈云舟怎么3两下就把人撂倒？小心！我要杀了你！魁斗又站起来了。魁斗还没有完全倒下，但那只会更加难以对付。沈云舟还能再次击倒他吗？这魁斗对自己这么狠，这右膝已经不是他的软肋了。这沈云舟想要赢啊，难。无非能找到新的弱点呢。这可以吗？没说能使用武器，这不是耍赖吗？这梁国使臣一使诈，算什么一头好汉？输赢不重要，有观赏性才重要。贵国也可以用木桩做武器吗？
瞧瞧啊，多有意思，跟耍猴似的。使臣以为谁都能拔得起那木桩吗？朕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试。沈云舟能打倒魁斗？去死！去死！哎，小心啊！扯腰带。那女刺客也曾对朕用过这招。沈云舟这会儿只魁斗腰带，想做什么？难道是想让他出丑？亦或乎朕魁斗松木桩脱裤子的时候偷袭？妙啊！看，干得好！他利用木桩把魁斗的双手给他捆住，相当于给他上了个枷锁。哼，太过分了！怎么那样干？那可是我梁国第一勇士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秦王，必须让沈云舟住手！哼，裤子都被扒了，这就是南齐的待客之道吧？别激动，输赢不重要，好看才重要。你们瞧，多有意思啊，比舞姬跳舞还有趣呀！使臣，千万别误会，那勇士的裤子不是被人扒的，他是自己个儿掉下来的。这比赛嘛，各凭本事。刚才贵国用木桩做武器，我们也没明令禁止啊。若是贵国不服气，也把沈公子的腰带扒下来就是了。本齐人真是卑鄙！原以为那魁斗有多厉害，没想到也是这样蠢，怎么就能让人绑了手呢？第4场南齐上，必胜！必胜！赢了！我们赢了呀！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沈公子，好样的！打得好，打得好，好样的！那是我儿子。是朕多想了吗？为何觉得有几个瞬间竟似曾相识？会是那个刺客吗？皇上，您这是？皇上，皇上，就算急着建工程，也不能这么心急吧？连人家换个衣服的时间都等不到。朕和那女刺客多次交手，她的招式牢记在朕记忆里。沈云舟刚才那几个动作和她像极了，是不是巧合？亲眼确认便是。参见皇上。这里只有你。是，皇上。皇上。真的只是朕多心吗？罪臣参见皇上。你赢了魁斗，何罪之有？皇上是在找什么人吗？臣妾参见皇上。人都回大殿了，皇后这是要去哪？臣妾担心兄长，特来看望。皇后，方才台上比试时，朕并未见到你，那时你身在何处？第2场比试开始之前，臣妾听闻兄长身体有恙，便来看过。但由于担心兄长接下去的比试，加上目睹过文轩的伤势，臣妾就心神不宁，便去小佛堂坐了会儿，为兄长和南齐祈福。听说兄长胜了，臣妾不胜欢喜，只可惜未能看到兄长的比试。
你去趟小佛堂。是。皇上，小佛堂的管事说皇后娘娘去过呢，但没一会儿就离开了。所以，皇后骗了朕吗？她鬼鬼祟祟，究竟去了何处？沈云舟何在？臣在。赏黄金1000两，官升1级。回皇上，几日之前，臣已被罢官。皇上是误会，臣已查清，和沈公子无关，马上就让他官复原职。皇上，臣不要求任何封赏，只求皇上明察罪臣一个清白。沈云舟，本官都为你复职了，你还想查什么？2年前那个案子，臣有冤。2年前的案子，现在拿出来重提，都过了这么久了，还能查出来什么？沈云章，你有何冤情，应当去向大理寺陈明。这会儿告御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南齐法制不严呢。这个疯子，他想干什么？还不住嘴！皇上，犬子无状。但是皇上，2年前，臣奉旨运送一批赈灾粮，途经亳州，却遇袭击。沈云舟，还敢提那件事情？如果不是你判断有误，弟兄们根本不会死。原来是那桩案子，不是已经结了吗？现在拿出来说是沈云舟办事不力，理当受罚。他还有什么不满呢？或许其中另有隐意。接着说，你有何冤屈啊？回皇上，臣并非是判断失误，而是被人出卖。不过是谁出卖了沈云舟？看来这件事情还真有内情啊！那可是救灾的粮食，谁这么丧尽天良啊？出卖我的人，正是现任参将薛池。皇上，臣冤枉，臣不知道沈大公子为何要污蔑臣呢？可有凭证？我有。有什么？回皇上，当年薛池也是我的属下，本来也在运送赈灾粮的名单上。不过在出发前2天，他突然告诉我他母亲生病了，要回去陪伴，所以他就没有和我们一起出发。我们相约在亳城见面，亳城地势险恶，匪寇横行，所以罪臣就拟定了一条秘密路线，而知道这条路线的，就是参与运送粮食的管理人员。薛池就是其中之一。后来我们遭遇匪寇，活下来了，知道最终路径的就只有我跟你。后来你找的赈灾粮，立了功，升了参将，由此种种可见，皇上，薛池嫌疑最大。还当沈云舟掌握了什么证据，竟只是一通猜测。沈云舟，如果光凭猜测就能给人定罪，还需要官员审理案件吗？你之所以污蔑本官，就是因为你嫉妒本官，嫉妒本官找到了赈灾粮，被降职处分了，而我升了官，所以你内心扭曲了，你就是想报复我。阿才都已经被你害死了，你现在还想害我？皇上，可怜我们的那些兄弟被匪徒砍得血肉模糊，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拼凑不出来。你就是他呀！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！我知道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我说真是这真是，哎，你们
皇上，兄长一贯说不清，就由臣妾代替吧。皇后怎的也来横插一脚？兄长已经将所有事情告知臣妾，他揭发薛池，并非是凭空猜测，而是有证据。薛池当年的一名手下听到薛池与安插使的对话，对话有提及当年。当时卑职确实听到他把秘密路线透露给了安察使汪大人。皇后娘娘，沈云舟是您的兄长，您维护他倒是人之常情，但是你也不能因此就冤枉微臣呐。皇上，臣与薛池来往甚少，更加从未听说过他所提的那些事情啊。这些人又在搞什么？他莫不是还想给沈云舟翻案？做梦！除人证外，兄长还找到了薛池与安插使的书信往来。什么信件？怎么会落到沈云舟手里？假的，都是假的。皇后和沈云舟在诈我。你们两个跪下！这怎么可能？这些信我分明藏得极好，没人找得到。都是真的，我完了！等等，这些信里都是对安察使汪大人不利的东西，我还有希望活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臣明知薛池他当年害了沈云舟，臣没有揭发他，是臣贪财，臣认罪，臣认罪。皇上，臣没有啊，臣没有告诉汪大人当年的事情，臣更加没有加害沈云舟。欺君，罪加一等。皇上，臣认罪。臣是一时糊涂，臣是受了汪大人的挑拨。本官何曾挑拨你？挑拨你什么了？薛池，本官劝你好好想清楚了，别像一条疯狗似的狂吠。本官唯一做错的，就是收了你的银两，帮你掩盖事实。那也是因为本官看你是个孝子，不忍看你落牢。一直家里老母无人照顾啊！是汪大人看沈云舟不顺眼，所以才想借微臣之手除掉沈云舟。那条秘密路线确实是微臣提供的，但是之后的事情都是汪大人一手安排的，他太谨慎了。即使这些信件中也没有具体提及他所做到的事情，但是你看这封去年7月的信，上面写着沈云舟自视甚高，这便是得罪本官的下场。只要你识时务，本官便会一直庇护你。皇上，臣留着这些信，就是怕汪大人有朝一日反咬微臣一口。皇上，臣是留着他们保命的。他们这2人狼狈为奸，害死他这么多弟兄，如今还不知足。薛池做了参将后，没少往本宫这儿送好处，也为本宫做过一些小事，本宫得保他。若是保不住，那就杀了他。来人，拖出去，凌迟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当年沈云舟也只是被降职，怎么轮到我们就要凌迟？云舟啊，你得救救我！你还记得吧？我们之前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啊，是不是？出生入死的兄弟？那你出卖兄弟的时候，拿兄弟的命换你的大好前程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我们是好兄弟啊？你比汪大人还该死！不，云舟，你得救我！你还记得吧？我们当初一起同生共死，你还说过
我们是一辈子最好的兄弟，对不对？这薛池也是糊涂了，判他凌迟的，能定他生死的是皇帝，他却在哀求沈云舟，想不通啊！薛池也不糊涂，相反，他很聪明。他只要求得沈云舟原谅，那么以沈云舟打赢魁斗的功劳，加上当年那件案子错判对他造成的伤害，凭着这些，沈云舟只要开口求皇上，就能换薛池一条命。可惜，皇上都已经下令了，还磨蹭什么？快，把他们随意给毒伤，叽叽喳喳的，扰了皇上的清静。皇上，臣恳请您饶过他一命。这沈云舟好心过头了吧？朕已下令，不能更改。臣请求，在他死之前，和他好好叙叙旧。皇上言出法随，兄长与薛氏兄弟情深，臣妾恳请皇上迟些日子再行刑。秤砣虽小，能压千斤。弄伤沈云舟胳膊一事，薛池极有可能是受贵妃的指使。我又怎么会让薛池这么早死？延迟2日，处置薛池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皇上，明着会胡言乱语说些对本宫不利的事儿吧？不行，本宫不能让薛池活着。皇上，兄长无故蒙冤一事，沈云舟官复原职，赏金1万两，所娶之妻直接封为诰命夫人。谢皇上。本想让沈云舟非死即残，可他却出尽了风头，还给自己翻了案，官复原职。可恨啊！从薛池到胡尔达，再到那个魁斗，没一个有用。娘娘，皇上，娘娘晕倒了。我让少卿给你下的药起效了，皇贵妃，你就好好睡一觉，等你醒来，便会一无所有。皇上，娘娘头疾发作，难免气血不畅，并无大碍，只需静养。下去吧。娘娘，您真的没受伤吗？那魁斗太强壮了，你真的不让太医看看？对不起，娘娘，朕心说错话了。我上场比武的事，切记不可告诉任何人。是，娘娘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召您过去问话。娘娘，皇上不会怀疑？有些话要放在心里。更衣。小佛堂的管事交代，你只待了片刻。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你去了哪里？又做了什么？事发突然，臣妾那时候收到消息，找到了薛池和按察使的书信。在偏殿遇到皇上时，正准备找兄长商议何时将证据呈上，让案情真相大白，因还未与兄长商定，臣妾不敢贸然禀明实情，所以那时便称后宫不得干政，身为皇后却插手前朝之事，该当何罪？臣妾不愿看到兄长蒙受冤屈，若皇上认定臣妾有罪，那臣妾甘愿受罚。罚朝宫规100。是。只是还有一事，望皇上明察，梁国使臣让兄长比试，理由似乎可信，但却加上臣妾那位庶弟，似乎是故意针对，并且以庶弟的才能，如何会任命为通事？如今种种
都令臣妾感到有些不安。你倒是会大义灭亲。行了，退下吧。这背影，真是魔怔。今日朕怎么看谁都像那女刺客，先是沈云舟，这会儿又是皇后。将这封信交给沈云舟。娘娘，这是要……我们必须要等到贵妃醒来之前，拿到薛池的口供。是。云舟，云舟，救我出去吧！我求求你了，我知道错了啊！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你就算救不了我，也给我个痛快吧！凌迟太可怕，我不想被凌迟啊！你不想被凌迟，不想死，阿才他们就想死吗？他们何其无辜，放过你，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那帮兄弟？你为了自己的前程，害死自己情同手足的弟兄们。我们曾经很要好，我以为我们惺惺相惜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做？为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？你是出身名门的贵公子，而我是穷苦人家出身。我拼尽全力想要得到的，却是你稍稍一弯腰就能捡到手的。你以为我们惺惺相惜？放屁！老子最厌恶你这副侃侃而谈市侩的样子。我第一次去沈府上做客，到了您的书房，你随随便便一方砚台，便是我们全家半年的口粮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就能轻松拥有这一切？而我只能远远看着。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要活在你的阴影之下，直到有人告诉我，我可以取代你，成为残家，把你狠狠地踩在脚底。是汪大人，对吗？对，是他。你瞧啊，云昭，不止我一个人厌恶你，我和汪大人才是惺惺相惜啊！你这么想毁了我，是否早就知道今日比试一事？昨日弄伤我的胳膊也是你的计划，为的就是让我输。沈云昭，你以为我傻？你问什么我便答什么。老子告诉你，就算你官复原职，以后也没有好日子过。真正想要你命的，可远远不止我和汪大人。你就猜吧，是皇贵妃。指使你弄伤我的人是他，指使你弄伤我的人是他，对吗？不是。昨日你警告我的那番话，言语间都直指我们沈家得罪了贵妃，你还让我转告皇后说不要招惹贵妃。确实啊，真正的答案你早就告诉我。你要不想凌迟，我可以帮，但你要出来指认贵妃。住口！左右都是一死，我为何要让你痛快？薛池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是真心的把你当做最好的兄弟。我们初次相遇就联手教训了一个纨绔子弟，那时候的你不畏强权，正义凛然。你说你羡慕我的出身，我又何尝不羡慕你的自由如风，你的洒脱呢？沈家虽大，但我父亲只在乎我是否功成名就。第一次去你家时，我就羡慕你们母子相亲。别说了，如果可以，我多么希望自己不曾认识你沈云舟，不曾跨进沈家大门。沈云舟却说羡慕我，真是可惜。从小到大，我很少说谎，今天却连着说了好几个谎。娘娘，大公子按照您说的，果真问出来了。
这是大公子送进宫来，先给您过目的。他还说，那薛池愿意出面澄清是非。更衣，面圣。娘娘，这么快吗？再不快些，等贵妃醒了，那薛池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娘娘，难道贵妃昏厥不是意外？否则，你以为她为何会晕厥这么久？提审薛池，朕要亲自审问。是。微臣薛池，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那供状可是你亲自画押的，供状上不止交代你2年前陷害沈云舟，对汪大人的种种行贿，牵扯到了贵妃。是罪臣亲自画押。账本在何处？账本就在罪臣家中的暗格里。若白，你亲自去取。是。贵妃是让你如何打伤沈云舟，又是如何知晓第2天的比试，朕会让你死得比凌迟更加痛苦100倍。你还真是维护贵妃啊！罪臣不知，贵妃娘娘怎会知晓第2天的比试？罪臣只是按照娘娘的吩咐行事。皇上，罪臣绝对不敢骗您。罪臣罪孽深重，只想尽臣子最后一分心啊！宣令下去给朕查。你们干什么？凡是薛氏账本上出现过的物品，全部带走。是。哎，你们不许动！你们，哎呀，娘娘，你快醒醒啊！娘娘，你再不醒醒，真出大事了怎么办？哎呀，怎么办啊？对比这账目，启禀皇上，账目上提及的赃物都在凌霄殿内寻到了，请皇上过目。贵妃竟真的收受了薛池的贿赂，那么指使薛池打伤沈云舟的事，莫非也是真的吗？说清楚，贵妃是如何指使你的？回皇上，罪臣无法出入内宫，贵妃有安排，都会安排宫中的太监前来带话。罪臣虽然不认识那个太监，但是记得他的长相，一认便知。凌霄殿的太监都给朕传来。是。传第3批太监进殿。他，就是他。启禀皇上，调查清楚，那个太监所言是贵妃娘娘所做，将薛池押回大牢。是，带下去。皇上，罪臣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求皇上开恩，求皇上开恩！走。薛池的供状副本何以会先到你手里？皇上，兄长觉得胳膊受伤的时间太过于蹊跷，便私下派狱卒审问，不料便牵扯到了贵妃。众人皆知皇上宠爱贵妃，是以典狱长也不敢直接将供状上呈。一来怕罪重不足，皇上不信；二来怕得罪贵妃，将来招致报复。兄长觉得，若是薛池所言属实，那就意味着贵妃提前就知晓了梁国使臣比试的计划。此事往小了说，是贵妃消息灵通；而往大了说，那就是贵妃有勾结外臣之嫌。所以她复刻了一本供状，让人悄悄地递给了臣妾手中，也想让臣妾拿主意，是否禀告皇上。臣妾看过之后，觉得此事滋事体大，便冒着后宫干政的罪名，本着国家安危，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的心情，偷偷拿着复刻本来禀告你。说了这么多，事实上，你就是想指控贵妃勾结使臣，
陷害你兄长。兄长被伤，臣妾不可否认有私心，但臣妾贵为一国之母，也有护国之心，还请皇上明察。朕定会明察，但眼下还有一事，与皇后你有关。沈文轩一个废物，如何做的通事，你当真不知？臣妾不知。传陆心沈文轩。臣参见皇上娘娘。陆大人，沈文轩如何会选中为通事？皇后娘娘在这儿，你可得好好说道说道。臣有罪，沈家二公子屡次邀臣喝酒逛花楼，臣不想去的，可一想到他是皇后娘娘的弟弟，臣不敢得罪，只好前往。他还给臣好些钱财，想谋个官职。皇上，臣惶恐啊！沈二公子给的银票，臣是一张都没敢用啊！臣做官以来清白自守，奈何沈二公子和娘娘的关系，臣。皇上饶命！我错了，我不该贿赂陆大人。沈文轩行贿买官，表面是借着钱财，实际是仗着你这个皇后的事，你难辞其咎。这便是贵妃的高明之处。沈文轩的确对陆心行贿求官职，是以即便东窗事发，陆心也不算撒谎，还能将部分罪责推到沈文轩和我这个皇后身上。要不是我早已让人查清，也难想到这罪魁祸首是贵妃，利用沈文轩求官心切，设下这个局。或许真是臣妾管教无方，才让庶弟如此妄为。臣妾认罪，任凭皇上处罚。先回永和宫反省，朕该考虑考虑，是否还继续让你执掌金印。是，皇上。啊，他就这么走了，也不给我求情吗？我们不是一个母亲生的，他就不管我的死活是吧？陆心停职查办，彻查其经手的所有任命，再行处置。沈文轩革职，行贿钱财冲入国库，令入狱1年反省，3年不得科考，5年不得入仕。我错了，皇上，姐夫，你就饶了我这次吧。拖出去。是。皇上。娘娘，贵妃的罪名不是更大吗？薛池都站出来指认了，怎么不见皇上下令处置贵妃，反倒是对您的惩罚下来的如此之快？若是皇上真的因此夺了您的金印，事情还未结束。贵妃受命给沈文轩安排官职，再到私底下联络梁国使臣，这些事我都已经查清楚。只要等朱凌霄再安排人调查与之相关的事，证据就会像链条一般源源不断地送上他手里。可唯一的变数是，我不确定周凌霄对贵妃的宠爱会不会继续追查下去。皇上，是否要深查贵妃与使臣的事？查。是。娘娘，你醒了。薛池那坏事的，怎么没让人把他弄死？娘娘，您在宴会上便晕倒了，没有您的指示，奴婢不敢发号施令。废物！我还能指望你做些什么？娘娘，还有个不算坏的消息，沈文轩买官的消息被查出来了，皇后娘娘也遭受牵连，被禁足，有可能还会被收走金印。果真，也不枉费本宫暗中做了这么多。更衣，本宫要去见皇上。皇上，你伤势还未痊愈，先回凌霄殿躺着吧。皇上，臣妾有些事情
想要向您解释清楚，臣妾实在是无法安心。那薛池的确送了臣妾许多东西，臣妾本是不愿意收的。好了，这件事情不重要，也无需向朕解释，先回凌霄殿吧。看来皇上还是很在意本宫的。也是，本宫一个宠妃，收点钱才怎么？是。西柔，你跟了朕多少年？回皇上，臣妾入宫4年了。皇上怎么突然问这个？退下吧。是。娘娘，您怎么了？从御书房回来就一直心事重重的，难不成皇上要追究薛池牵连的所有事情？薛池这件事儿算是过去了，皇上让本宫好好养伤。皇上果然是最宠爱娘娘的，就算查到了薛氏送的那些礼，皇上也没追究。不像皇后，单单因为那个树地买官的事儿，就被牵连的连金印都丢了。娘娘，皇上怎么又进了您的族，还要收走您的金印呢？孙嬷嬷，娘娘这儿有我一人伺候就行，你去做事儿吧。娘娘，要奴婢说这件事儿，您就得据理力争。别说他是您庶出的弟弟，就算是异母同胞的亲弟弟，他犯了错，干您什么事儿？您应该去向皇上求求情。就说这件事儿您不知道，而且和那二公子的关系也不好。退下！这怎么还不听劝呢？活该他不受宠。嬷嬷，皇后娘娘她又要失宠了。什么叫失宠？她压根儿就没得过宠啊！瞧瞧人家贵妃，她之前犯的差错哪个不比这大？之前还罚死过一个宫人，皇上也没有责罚她。我看呐，皇上早就想处置皇后，借题发挥呢。我们这在永和宫怕是没有出头之日了。哎呀！皇后娘娘，奴才奉皇上之命前来取金印。这暴君太没道理了。知心，去把金印取来。娘娘，只要皇上消了气，您这禁足就能解了。这金印怕是回不来，恐怕又得到贵妃那儿。比起金印，我更在乎的是那案子如何了结，还有朱凌霄对贵妃宠溺的底线。若真是牵扯国家利益都不在乎，那他这皇帝基本上也是废了。娘娘，金印又回到您手里了，果然是您的，谁都抢不走。沈云婉那贱人跟本宫斗，也不看看自己的斤两。早就说过了，在这宫里没有皇上的宠爱，她什么都不是。别入网，尔以投喂。朱凌霄果真如我计划一样，在调查贵妃与使臣勾结一事，少卿子在暗中给这线索。那贵妃收拾贵妃就在这2日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皇上，您国务繁忙，可要多注意休息。您若是累着了，臣妾可是会心疼的。这些事情
无需亲自做，好好坐着，陪朕用膳。皇上，臣妾愿意伺候皇上。自从接风宴之后，您还是第一次来臣妾这儿。朕今晚宿在凌霄殿。墨香，快去收拾床铺。是。皇上近日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？朕问你，若是你的下属犯错，朕收了你的封地和王位，你该当如何？雷霆雨露皆为君恩，臣自当叩谢。说实话，臣会伤怀，会消沉。由此看来，皇后真是个奇怪的女人。据永和宫那边的消息称，皇后这几日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睡得好，完全没有一丝伤心落寞。真正的她，似乎根本不在意朕如何对她。皇上，那位汪姓暗查使就这么凌迟了，不再深入调查他其他的罪行了。他一出事，定能拔出萝卜带出泥，查出更多有问题的官员啊。那剑靶受过无数剑，远观依旧如新。有些东西能用就成，直到不能用的时候，再换新的也不迟。这是回明王他们是去给贵妃娘娘表演的。王爷，贵妃圣宠不衰，怕是无人能撼动她的地位了。你不觉得有点太过了吗？皇上这几日对贵妃的态度，已经有些不同寻常了。快下雨了。好，啊，哦，哦，好，你看他们真厉害。凌霄殿的人在看戏班表演，我们却在这里干瞪眼。说出去，谁相信我们是皇后娘娘宫中伺候的？是，哼！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，皇上召您去御书房。当真？是。娘娘，皇上一定是想您了，让您去添香呢。墨香，快！快，墨香！公公。请。皇上，皇上召本宫前来伴驾，还召皇后来作甚？皇上，跪下！皇上，臣妾做错了什？皇上，臣妾做错了什么？贵妃，皇上已经查明。陆欣是奉你之命，将沈云轩任命为通事。还有，你与那梁国使臣勾结，以他日能够透露北夷孟少将军的行踪为诱饵，让那梁国使臣以比试为由，对我沈家2位公子残虐暴行，你可认罪？皇上，皇后在说些什么呀？臣妾根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。陆欣是谁？还有那个孟少将军。他不是在北大营吗？臣妾怎么会知道他的行踪？
实在是太荒谬。顾惜柔，你要不要看看你身后的人是谁？皇上，小路子，致使陆心已经联络梁国使臣，这件事本宫特意派了小路子去做。本宫不是处死他了吗？怎么会？他也会害怕，也是，连别国使臣都敢勾结，他是真不怕死。你做任何事情，朕都能容忍，唯独勾结使臣，这是通敌叛国。孟浩然是我们南齐的名将，为北朝立下汗马功劳，战功赫赫，追随他的人不少。若是让北大营的那些将士知道，势必会引起哗变。皇上，臣妾没有，您听臣妾解释啊！洛白已经查到证据，你虽谨慎到派手下人与使臣相谈，但是只要你做了，就会留下痕迹。朕这次保不住你。怎么会这样？皇上，您近日不是对臣妾疼爱有加的吗？近日您还为臣妾请了马戏班。皇上，贵妃勾结使臣，证据确凿，但她毕竟是您的宠妃，此事传出去，怕不利于稳定军心。是以，臣妾提议，不如寻个由头，将她打入冷宫。不要啊，皇上！臣妾可以接受任何处罚，只求皇上不要抛弃臣妾。除贵妃外，都退下。先出去吧，朕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朕荣宠你4年，这几日朕也给了你体面，朕已经不欠你了。什么叫不欠我的了？这几天的恩宠都是假的吗？难道皇上早已查到那些证据，知道我做过什么？皇上，您说过，臣妾永远都是后宫中最受宠的女人，您承诺过的。皇上，您真的要臣妾去冷宫吗？那样的话，臣妾宁可死。朕已容不下你。皇上，再看看臣妾吧。皇上，你再看看臣妾，你再看看臣妾吧。臣妾没有勾结辽国的使臣，臣妾只是想溜他们去对付沈家的兄弟。他们暗中刺杀孟浩然，臣妾不过是取了一个空头的支票，臣妾真的没有。沈家兄弟与你无冤无仇，你最想对付的是皇后。为了争宠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你难道不知道朕最厌恶什么吗？他最厌恶的便是为求争宠不择手段的女人。收受官员贿赂，不同于收受妃嫔家眷馈赠，这是勾结前朝。你还暗箱操控，指使陆心任命沈文轩，勾结使臣，妄图出卖我朝良将。朕看在你为朕献了4年的份上，朕不杀你，朕不会杀你。来人，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即日起夺贵妃封号，降为贵人，搬离凌霄殿，无诏不得面圣，永不复宠。不要！皇上！皇上！怎么会这样？娘娘被降为贵人，还要搬离那象征无限恩宠的凌霄殿，
皇上有令，顾贵人迁入清虚宫，原属凌霄殿的各宫人安排至各宫，不得同住。清虚宫，那不就是冷宫吗？娘娘，以顾惜柔所犯的罪行，打入死牢才合乎律法。可见朱凌霄还是在意顾惜柔，舍不得他死。娘娘，可以将墨香纳入人证之一了。朕答应过，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是文宣行贿买官，是朕没有查清楚，以致你蒙冤。朕已严惩贵妃，将其降为贵人。你的禁足解了，金印也会送回你手中。凌霄殿受贿，你一一列明，充入国库。另外，你那个不成器的庶弟，朕明日便让人放出大牢，这是朕所能做的最大让步。你可还有什么不满？皇上圣裁，臣妾并未有什么不满，只是臣妾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臣妾恳求，看在薛氏揭发有功的份上，免他凌迟处死，留他一个全尸。好一个以德报怨，果然是朕的好皇后。朕就成全你此事，但顾贵妃所行之事，臣妾绝不会说一个字。薛池一案，你是皇后，不该插手，哪怕是供状副本，也有违宫规。你便在此抄宫规，抄到朕满意为止。只有先解了朱凌霄的天水之毒，顾惜柔才能受到该有的惩罚。看来得拼一把了。若是普通毒法，去找顾惜柔便能够缓解，但这次的感觉尤为强烈，如同被丢在极寒之地，四肢百骸，全身的血液都凝固，唯有千羽飞针能缓解。可至今，刺客抓到了吗？属下无能，那刺客如同人间蒸发。皇上这是在找我吗？下去。是。等等，为何？找个没人会打扰的地方，我需要整整2日，一次性将你这毒解清了。一次性解毒？你之前可是有言，若是一次性解毒，对中毒者损害最大。我找到新的法子了，你要是不信，找人跟着便是了。这是梦华之毒，倘若你敢……属下斗胆，请您三思啊！你留守在外面，2日之后，朕若出不来，便集合宫之礼，杀了他。是。务必守好，一旦破功，我和朱凌霄都会死。是。我为何要听一个刺客的？
接下来，我会每隔2个时辰为您施针，一次比一次痛。您若是受不住，可以喊停。你只管下针。何处找来的法子？给您下毒的人究竟是谁？你为何想知道下毒的人是谁？有仇。解了这毒，朕自然会告诉你，连同梦华之毒的解药，朕一并会给你。逼你说，皇上早就会死成功了，这不应该啊！他怎么会没有毒发呢？就算没毒发，也该难受了。他一定会来找本宫的。快开门！我要去见皇上，皇上离不开本宫，快开门！开门！娘娘，您还是别白费力气了。你帮本宫办件差事，事成之后另有大赏。怎么样？见到皇上了吗？皇上是不是召本宫去见他？娘娘，皇上一早便出宫巡查了，要离开2天，今明2天都不早朝。不可能啊！薛贵呢？你问他了吗？他怎么说？你就说是本宫问的。奴婢问过薛公公了，薛公公也是这样说的。为何会这样？不可能！不能睡着，一来怕误了下次施针的时辰，二来得防着祝凌霄。万一祝凌霄瞧出不对劲，揭下我的面纱，那我就前功尽弃了。只要不喝水，便能成。不过这男人……看朕做甚？你没需求吗？这憋太久了，可不太好啊！你敢查朕？你敢查朕？查什么？否则你入宫是为了什么？你是明君吗？是不是明君，任由世人评说。朕要说自己是明君，你信吗？我信。所以，别让我失望，暴君。你会念七星咒吗？一会儿我念几句，你记住，一会儿有用。这次施针跟以往有所不同，你若承受不住，就按照我方才所说默念。你想做什么？清心咒。滚！人体内的血有通行管道，施针后管道扩张，血流速度加快，如此才能加速逼毒。你若欺骗朕，朕会让你碎尸万段。清心积水，清水积心，其微风不起，波澜不惊。
皇上，朕忘了。我念一句，你跟着念。我心无窍，天道酬勤。我心无窍，天道酬勤。我情豪义，天地归心。天地归心。没见过她这样的女人，粗俗野蛮。你别说话。萍水相逢，朕没有给他什么，他就不惜耗费如此内力救朕。已经过去1天多了，皇上到底去哪儿了？如果真的毒发了怎么办？除了我，谁能救得了他？眼瞅着这2人就到了，也不知道这里面情况如何。万一打搅了皇上解毒，我已经在华清宫外部署了几百号人，但凡皇上有任何危险，那刺客都别想活着走出去。你干什么？你不会是想出尔反尔，又要取我性命？你放我下去！吃了，解药。此药炼成需要耗费5日，目前只有这1颗，其余的朕会陆续给你。朕的确不知道下毒者是何人，只记得他长了6指，他竟然戴着人皮面具，朕倒要看看这人皮面后的真容。好奇害死猫！让他走。娘娘，你快去把外面收拾了。是。朱凌霄的天水之毒总算是降临，再对付顾惜柔便无所顾忌。
娘娘，皇上回宫了。你亲眼见到皇上了吗？皇上龙体如何？滚出去！本宫真的是急糊涂了，居然问这婢女。皇上就算龙体不适，也不会在人前表现出来。既然皇上有言，我无照不得面圣，只能让皇上来见我。皇上，顾贵人伤了手腕，流了好多血，太医说人快不行了。皇上，你是来看柔儿的，柔儿好苦，好想你。你威胁朕！你威胁朕！皇上，柔儿怎么可能威胁你呢？柔儿虽然流了好多血，可臣妾的心头血永远为你备着。皇上脖子处的那根银线竟然消失了，银线真的没有了？怎么会？皇上，柔儿实在是担心的紧，不得已才出此下策。您这几日身体可还安好？您没有毒发的征兆吗？那日柔儿明明看见您的脖子。以后不要再用割腕这种事情来威胁朕。命是你自己的。可是皇上，梁国使臣已经入宫了。皇上，柔儿，皇上！齐皇陛下，孟浩然杀我梁国无辜百姓，赔款是为了安抚他们，让孟浩然负荆请罪是为了抚慰梁国上下，促成此次两国和谈结盟。若是南齐一点补偿都没有，即便外臣愿意签下这和谈书，只怕梁国数十万将士不答应，黎民百姓不答应，死去的无数冤魂也不答应。哼！两国对战难免会有伤亡。再说，我们的将士从来没有屠戮过你们梁国手无寸铁的百姓，又何谈冤魂，谈何抚慰啊？如此说来，贵国是没有和谈之意了。行啊，黑战继续打，反正孟浩然一兵不起，已经不行了，再来一战，谁输谁赢还不一定。你们该庆幸，两国交战，不斩来使。我南齐自有和谈结盟之心，但你梁国咄咄逼人，如我将士无理所赔。朕若应了，才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朕看是梁国反复小人，又无和谈之意。来人，送使臣。西皇，我等是真心求和呀。皇上，梁国人是吃定了孟浩然重伤不起，又起了战，心想再扳回来一城啊。皇上，不能战。老臣虽是文臣，不懂军事，但却知人性。北营军打了胜仗，早已载扬庆贺，松懈下来，而梁国军士触底即将反弹，只待一个一雪前耻的机会。真要是打起来，我军将士也将是再而衰，三而竭，而梁军将士则一鼓作气，与我南齐极为不利。北大营中少了孟浩然，如同雄鹰失了翅膀。老尚书，
您前面说的下官认同，可最后那句就严重了。难道我南齐就一个孟浩然能打的吗？良将虽多，可北大营的兵，只有孟家父子最为清楚。只有他们懂得如何安排排兵布阵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长处和优势啊！尚书果然不懂军事。上次一战，梁国已经节节败退，我们本就占据有利进攻位置，真要开战，定能赢。战！皇上英明。又要战？那先前的撤兵算什么？朱凌霄觉得打仗是如此随便的事情吗？看来皇城的事情得尽早解决，我得赶回北大营。知信，把东西拿来。娘娘，您收集的全部证据都在这儿。解决了顾惜柔，我就带云婉离开皇城。更衣，面圣。皇上，臣妾有冤情要诉。皇后，你可认得这上面写的是什么？你现在看的，就是山匪的初始证供，没有经历过任何删减的真相。那上面记载的，才是臣妾被掳之后所真实发生的一切。所以你在欺君？沈家都在欺君吗？一直在欺骗朕。皇上，山匪的证词提及到，臣妾在受辱之时，顾惜柔一直在旁边看着。赵钱的手札里也记载着许多事，大部分都是顾惜柔吩咐他做的，其中就包括让他雇山匪掳走臣妾，行污秽之事。住口！皇后，你真是疯了！谁准你查的顾惜柔？皇上，臣妾遭逢祸事，本想一死了之，但实在是不甘心，看着罪魁祸首逍遥于法律之外，看见他受尽恩宠，高高在上。如今臣妾现在活着的唯一目的，就是搜集罪证，让真凶获得应有的惩治。只有这些供状吗？臣妾还有人证。臣妾还有人证，赵钱的弟弟赵熙，赵家唯一的幸存者，他可以指证是顾惜柔的手下残害他的一家。如果这些还不够，还有顾惜柔的婢女墨香，他可以作为人证，指认顾惜柔的种种罪行。他居然暗中做了这么多事，连顾惜柔的贴身婢女都能拿下。皇上，人证俱在，现在臣妾就可以召他们。眼下正值我南齐与梁国交战之际，朕没工夫处理你这种事。朕彼时说到此为止，便是一切终了。拿着这些无用的东西，滚回你的永和宫。你欺君一事，朕会与你算清楚。顾惜柔所作之恶，朕也会严惩，但不是现在。皇上，难道您就没有发现，那些供状和手札都是复刻本吗？你想做什么？既然今日我赶来向你陈明冤情，就代表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若是太阳落山之前，我发不出这信号，那么这复刻供本将会出现在城隍上空中，落在每一个百姓手中。他就是不惜拉着顾惜柔一起死，也要威胁朕严查此案，严惩顾惜柔。
朕可真小瞧了他。传证人，竟然连皇上都没有办法。皇后娘娘平日里娴静淡雅，实际上却如此狠毒。宣顾贵人进殿面圣。竟然连墨香都背叛了我，沈云婉到底给了这宪妃什么好处？不，我还有珍贵的心头血，能帮皇上压制天水之毒。除了我，谁能？杀人如何？令山匪侮辱沈云婉又如何？皇上绝不会抛弃我。皇上，草民的兄长赵乾在皇贵妃娘娘手下做事，他写的那份手札就是为了给自己一条生路，没想到皇贵妃娘娘那么狠，斩草除根，杀光了我们一家。如今只剩草民一人，幸得好心人相助，那些人放火烧，没注意到草民，偷偷爬了出去。是娘娘害怕赵乾的家人知晓一些事情，便安排奴婢让人把赵乾的一家都杀了。山匪掳走皇后娘娘一事，也是娘娘。闭嘴！墨香，本宫待你不薄，已经满口谎话污蔑本宫。说，皇后是如何收买你的？你是瞧着本宫不再受宠，想另攀高的阵是吧？皇上，臣妾冤枉，山匪掳人，臣妾一无所知，臣妾更没有旁观他沈云婉受苦。真正撒谎的是他沈云婉，他婚前与人厮混，失了贞，便谎称自己被山匪欺辱，诬陷臣妾。臣妾实在是冤枉。这贱人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查找那些证据的？竟然连赵乾的手札都能找到。皇上，还请您圣裁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没有做过。顾惜柔罪大恶极，贬为庶民，判流放之刑。皇上，这些都不是真的，臣妾是不能离开您的。你好好看看臣妾，臣妾是您最亲近的惜柔啊。我若是离开，他如何能活？天水之毒发作，他会死的呀。他必须得放下我，不是吗？拖出去！皇上，臣妾真的是冤枉的，这一切都是他沈云婉算计的，都是他。他这个贱人，明明是你自己私通万难在先，现在又推脱在本宫的身上。皇上，都是他！皇上，请您昭告天下，顾惜柔所有的罪行，包括他杀人、私通使臣。昭告天下，别的也就罢了，你是想让天下人都知道你这个皇后已经失贞了吗？您注重皇室声誉，臣妾也不愿被人议论。您只需要公开顾惜柔的所有罪行，至于受害人的身份、具体经过，都可以省去。你倒是考虑的周全。朕若不这么做，你是不是把手中的供状副本要撒在京城的每一个角落？若非逼不得已，臣妾也不愿这么做。顾惜柔的罪状，您是自己理，还能避重就轻。但若是臣妾那些，那就是原封不动，鱼死网破了。朕已经判贵妃流放之刑，你还有什么不满？难道你想让天下人都知道你是想打谁的脸？朕吗？顾惜柔固然有错，但是除去她本身，还有仗着您的宠爱。皇后娘娘是在指责皇上吗？娘娘可真敢啊！与其遮掩回避，倒不如直面过错。皇上您的专宠，才是顾惜柔最大的保护符，才使得她恃宠而骄，令薛池等官员对她趋之若鹜，对她行贿，让她生出独占恩宠的心思。否则，臣妾还未入宫，并未得您青睐。顾惜柔使用那般恶毒的手段，毁了臣妾。百姓中早有传言说，您与顾惜柔是纣王妲己。
自古妖妃祸乱朝纲与后宫，他身后的君王从来就难辞其咎。您要是怕龙颜有损，那臣妾倒是有一法子，不如你紧跟着，再下一道罪己诏。皇后娘娘是打算只活这一日吗？她恨的不只是顾惜柔，还有朕这个皇帝。你威胁朕，你可知道往后的日子有多难过？朕有千百种方法，会让你生不如死，悔不当初。皇上，这太阳就要下山了，这罪状还你吗？哼！很好。拟定贵妃的罪状，昭告天下。是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！你看看，走，下个地方。谁的罪状啊？这谁呀？这呀？偷！哎呦！呦！你看，走。这是什么呀？贵妃呀！你看，贵妃啊！走。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呢？太不要脸了！这边完事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你家丑不可外扬。贴的是什么？贴出来！我看看，崔你看看，又抓谁呢？这儿贴的也有吗？你看，哎呀，还是那个人。启禀皇上，已经昭告天下。如此，你可满意了？臣妾并未在宫外安排人散播供状，但为求得公道，只能出此下策，还望皇上恕罪。你休再欺骗朕！臣妾自知破败身躯，不配再侍奉皇上。是以，还请皇上废后，臣妾自会离开皇宫。捅了这么大娄子，还想跑？朕是不是说过，朕会让你生不如死？来人，将皇后。皇上，太后有懿旨，召皇后娘娘前去。哀家早已不过问后宫之事，你今日来找哀家，所谓何事啊？臣妾希望太后能帮臣妾一个忙，此忙不仅能够斩除后宫毒瘤，还能助皇上成为一代明君。哦，你最好祈求能在慈宁宫待一辈子。臣妾先行告退。你放心，哀家虽护不住你一辈子，但护你几天还是可行的。只是你要拖延几日，想让皇帝消气，怕是不可能。皇后，你得有个打算才行。谢母后，臣妾近几日想出宫一趟。你想出宫？果然如我所料，朱凌霄念旧情狠不下心，
名为流放，实则是放顾惜柔一条生路，让其改头换面，继续生活。那云婉呢？云婉可有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？沈云婉，原来是你这个贱人！你竟会使剑！娇生惯养的沈大小姐怎么会使剑呢？你的罪我已经昭告天下，我就喜欢动私刑，绑四肢。你还敢昭告天下？你以为不说受害者是谁，大家就都不知道是你吗？总会有人猜到，到时候全天下都会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，皇上定会废了，遭到万人唾弃。全天下的人会先知道你是什么东西。出来吧。终于可以为小姐报仇了。谁我？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不够，留他一命。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皇上会来救我，天涯海角，他都会找到。沈云婉，他会为我报仇，他一定会杀了你的。少卿，在，把他送去安昌馆。云婉受的苦，他顾惜柔，通通都要受一遍。不要！沈云婉，害你的不是我一个，你放过我！我告诉你，你不知道的真相。你们沈家把未来的皇后保护的那样好，出嫁前就连出道服也是要秘密出席。你怎么不好好想一想？若不是有人告诉我，我又怎么会知道你是何时出门，又是走的哪条路？娘娘，她说的没错，老爷格外谨慎。小姐您从前出府，随行护卫都是老爷心腹，马车也是格外低调，回府路线更是千变万化，府上的下人都不知道您出过门。但是护卫小姐的都是中仆，没人会告密，并且都死了，活着的也只剩下奴婢和奴婢姐姐知心二人，老爷就更不可能了。所以沈府内有家贼。是谁告的密？你答应我，别送我去那种地方，我就告诉你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你现在要是说实话，我还能让你痛快一点。沈婉，你这个贱人，任何回没让你去山坟弄死你！别送我去那种地方，你别送我去安察馆，不然我死都不会放过。好，我答应。我不知道那人是谁，他只给了我一封密信，
上面写着你会何时出门，会走哪条路。他才是元凶。是他逼你做的吗？他只是告诉了你路线，但真正痛下毒手的人还是你。怎么不是他？他跟你一样找到了我的那些罪证，把我做的事情查得清清楚楚，逼得我不得不这样做。那密信呢？密信我烧了，我真的烧了。没有那些密信，如何证明你所言属实？那些身份、护照，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我的头上，你怎么不去找他们算账？让他们死得太容易了，我只让他们毁了你的清白，其他的，他们给你灌药，让你不能生育，都是他们擅自做的。我更没有抛光你受辱那几日，那几日我感染了风寒，于是待在宫里，我怎么可能上去土匪窝呢？那些工程都是假的。感染风寒，这难道不是你为了出宫的掩饰吗？信不信随你。我告诉你，那人若发现一计不成，定会继续来加害你。他什么都知道，就像魔鬼一样，你斗不过他，他早晚要把你撕碎了。送走！不要！你答应过我的，你答应过我的！不要！吩咐你这种人，没有信誉可言。不要！不要！金兰长官，我的秘密就藏不住了。不要！不要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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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碰我！乐心，别碰我！你留下来照顾宇文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如何了？身体恢复容易，但心病难解。近期，我打算带他离开此地。万万不可！方才看那姑娘对你的抗拒，这一路你们怕是会有诸多不便。而且，陌生的环境、陌生的人，都不利于病情的发展，可能会使病情加重，导致前功尽弃。不妨再等等。等那姑娘的病情好转一些。那要等多久？这个视情况而定。目前看来，至少需要半年。那便只能这么等下去了。为了云婉的病情，不能急于一时。再者，从顾惜柔口中得知的那些事情，也需要一些时日查证。究其源头，还得再细查一下云婉被掳之事。少将军。啊，何事？这是梦华之毒的解药，之前多亏你让少卿送来那些解药，帮了我大忙，我才能顺利制出要解此毒，需每10日服用1颗，100日方才完全解毒。不过经过我的改良，也可一次性解决此毒，这才耽误了一些时日，快先服下吧。谢谢你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娘娘，您真的要带小姐离开吗？您真的要带小姐离开吗？嗯。可您现在是皇后，
眼下我有别的事情找你，出去说。娘娘，出卖小姐的人绝对不是奴婢，奴婢将小姐视作亲人，不可能害她。如今您回来了，小姐有您和知心在护着，奴婢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。奴婢现在就可以以死证清白。我要知道云婉出事前后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事无巨细，不可有一个纰漏。是，娘娘。那日小姐去寺庙求签，老爷派了好些护卫随行，伺候小姐的丫鬟除了奴婢和知心姐，还有娇娘。小姐，路途遥远，先吃点东西垫一下吧。娇娘，我不饿，你把吃的东西分给大家吧。站住！小姐，山匪众多，后面快要顶不住了，我们赶紧下车，往山顶处跑，快！小姐，小心！小姐，小姐！站住！站住！小姐，小姐，快跑啊！别管我们，快逃！要走一起走。娇娘，快带小姐走，不要管我们，快走，小姐，快走，小姐，走啊！快！别跑！站住！往哪儿跑？站住！姐姐晕倒的时候，就看见土匪去抓小姐了。那个娇娘在府上多久了？娇娘是府里的家生子，是信得过的。那日她也是为了救小姐，才死在了林子里。这么说来，那些山匪只留了你和知心2个活口。是的，娘娘，奴婢和姐姐那会儿晕倒了，他们没有发现奴婢，或者以为奴婢死了。少，主子，属下有事禀报，这件事你绝对想不到。乐心，你先回屋照看一下云婉。何事令你这么着急？那个女人，属下按照您说的暂用药把她变成哑巴，将她送去安昌馆。那里的妈妈按照规矩要先给她检查一遍身子，再决定收不收。属下在外面等着，没一会儿，那个人便气冲冲地跑过来，对属下一通乱骂。您猜怎么着？那个人说，那根本不是个完全的女人，就是个使女。使女？使女？那先前查看顾惜柔的癸水柱，那些都是假的了。少将军，她不是皇上的宠妃吗？怎么可能是使女呢？连那个都不行，她是怎么当上宠妃的？使女的身份，应该是顾惜柔最想隐瞒的秘密。这个事实一旦被揭穿，顾惜柔过往的尊柔受宠，都将变成一场笑话，一场空。难怪，在乱葬岗时，顾惜柔被乐心折磨，都没有露出惊恐。这一说要被送去安昌馆，反应却那么激烈。他人呢？原本那里的妈妈无论如何都是不收的，说是给她治伤还要花钱。属下呢给了她点银子，她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，说是
就成。这没吃过的屎都是香的，说不定还真会有人喜欢他这种的。顾惜柔，若不是你，我妹妹也不会如此。你犯下滔天罪行，不值得任何同情。拿去吧。皇上，皇上，不好，水银之毒发作了。我能救他。7岁的时候就被人送去喝药了，我的心头血可以救他的命。为了报答我，皇上给了我所有的宠幸。我以为他总有一天会喜欢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变得不知足？不，我只是希望能够成为他的皇后，100年之后能与他一起共葬。我杀了沈云婉，我要去杀了沈云婉！沈云婉，沈云婉！早晚有一天，离开这儿，我要亲手杀了你！被人抓了，还是自己逃了？属下这就去查。朕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顾惜柔罪该万死，但他给朕做了4年的药引，为了朕，他活不过30，天下人都能杀他、负他，唯独朕不能。传朕旨意，召皇后过来。这是要废后了吧？皇上，皇后娘娘陪伴太后，万一太后……太后不是那般没有分寸的人，2天了，也该陪够了。顾惜柔口中的那个人会是谁呢？皇后娘娘，皇上有请。罪妾参见皇上。你既自知有罪，该受何等惩罚？听候皇上发落。你就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臣妾自知不能胜任中宫之位。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所以，他终于有了废后的打算。皇上，南境有军情。北边2国还未定下，南边又出了什么事？先回你的永和宫去吧。是。臣弟见过皇嫂。免礼。前几日皇兄下罪己诏，听说是听了皇嫂的建议。明王是想说些什么？此前颁布征兵令，
参军人数很少，遂几诏一下，皇兄乃至整个皇室的名声大涨，前来参兵的人也剧增。原先因为顾贵人，导致皇上和百姓之间有了误解，还是有皇嫂力挽狂澜，民间都传皇嫂不愧是天生的凤鸣，星射起除妖妃，果真是能兴复我南齐啊！这冥王看似老好人，实则藏得深，叫人看不出真实。娘娘，外面来信了。娇娘玉牌于10月1丢失上报重捕。果然，云婉被掳走那日，现场除了土匪外，还隐藏着一个人。这个人是云婉所熟知的，所以沈家亲卫才没有听到求救声。娘娘，你一早就知道是娇娘，所以才派人挖了娇娘的坟墓。皇上驾到！糟了，信鸽！皇上驾到！糟了，信鸽！当务之急要弄出更大的动静来，才能混淆祝凌霄和他身边高手的听觉，不让他们发现信鸽。救命啊！有刺客！有刺客！保护娘娘！快来人！救命啊！刺客在何处？莫不是那女刺客又生事了？她才给朕解了天水之毒，内力还未恢复，如何敢在宫里乱窜？刚才从那里跳江逃跑了。如何发现的刺客？是男是女？臣妾瞧得不太真切，只见一道黑影闪了过去。有白，去找几个人追上。是。臣妾不知皇上来此，有事愿迎。皇后一向这么胆大？并非，只是经历过这世间最可怕的事情。别的自然不觉得可怕了。朕本想废后，废后在立后，需耗费一些时日。眼下正值多事之秋，北境未平，南境又将起战事，朕这后宫需要有人操持，是以朕暂时不会废后。臣妾在位一日，必当尽责，不负皇上所望。朕大婚之日说的话仍然算数，你的清白，朕不在乎。往后别再欺君。这些便是朕想说的。做好你的皇后，守好你的心，莫要妄求。是。但这个皇后，我是不可能一直当下去的。娇娘玉牌于10月1丢失上报重捕。少卿从娇娘的尸体中找到了对应的玉牌。娇娘丢失玉牌的时间是10月1日，10月10日赵钱出宫顾山匪，10月12日云婉被掳。玉牌是娇娘想要提供的线索。什么线索？若是寻常无事，何至于吞下玉牌？真相就是娇娘没有丢失玉牌，她将玉牌生吞了，是因为有人想要夺她的玉牌。玉牌代表着娇娘的身份，是以准确来说，是有人想要夺走娇娘身份，假扮成她。丢了玉牌的娇娘不是真正的娇娘，而是被人匿名假冒。带云婉逃进山里的娇娘和死去的娇娘根本不是同一个人。怎么会？娘娘，假娇娘将云婉打晕，而后将真娇娘的尸体搬运到河边，完成了金蝉脱壳。娘娘，这就是说，有人假扮成娇娘，
那这人岂不是和您一样精通易容术？如果是易容术，那倒也能理解。只是这顾惜柔为何会否认，并未去善废罗州，旁观玉婉受折磨？是有人易容成了他的模样，制造了他在现场的假象。我定会查出这背后布局之人。沈云昭，你的一切都将属于我，我将代替你成为北境修罗战神孟浩然。